嗨，嗨，默默，我问你哦，就是算命是准的吗？那如果是准的话，人该去算命吗？那为什么人要算命呢？算命是准的吗？算嗯命，照理说，算命都是准的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，问我为什么？你如果不相信算命，那你就不会去算命。那嗯你去算命，照理说你是相信算命的。嗯算命只是借由事物给予你自己一个答案，就是这样。你把它显化出来，不管是谁算的，你自己算的也好，去给人家算的也好，你就是你有一个疑问，然后你去显化，然后并且静待那个答案回馈，那你就得到了一个答案。那这个答案，它不是要让你去看到说，你就是这样，而是相反的，它是让你看到你潜在意识有什么东西。哦，借由这个算命相的结果、算命的结果、占卜的结果，去给你自己一个明白自己潜意识有什么的机会。我算命过啊，但很多算命师不会这样说，算命啊、塔罗占卜啊什么的。算命师他自己也不明白整个很多算命宇宙师也不机制是怎么运作的，嗯它变成一个管道嘛，一个媒介，然后借由这个媒介，然后让大家反映出他内在有什么想法，这样。那有了这样的想法，你得到了一个结果之后，那比如说我去给人家算命，然后他说啊，我这个月破财，那我就知道，我内在有一个讯息，说我这个月其实，我感觉我这个月其实是有财务上的损失，这样。那我有了这个内在的潜意识的信念跑出来，我看到了，那我该如何？我就要把它改掉啊！我不是说我就接受我破财了。我以前以为这就是固定的，算命师也没有告诉我这个是可以改变的。然后以前我就心里很挣扎，就想说，不是说相信什么就是什么吗？难道说如果我相信他跟我说的，那就是真的吗？那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他？因为这有专业的分工嘛。算命师他只是告诉你一个结果，那至于这个结果要怎么改，那就变成是别的专业的事情。比如说你到寺庙里面啊，它就可以这一盖啊，就祭改啊，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霉运去掉啊，然后可以换气啊等等，然后会有很多的这种方式嘛。那些方式就是也是会给予你自己一个回馈，你觉得说，哎，我改了，我运气改了，我已经去庙里面这一盖啊去改了，然后我运气就好了。那你相信，那就没问题啦。你自己给自己一个回馈，一个情境，然后并且让自己相信说，我运气已经好了，那当然就好啦。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自我信念的回馈，一切都是信念。所以算命就是只是算出你当下未来的结果。没错。但是可能你隔天睡醒来不一定是那样的结果。当然，因为我有做一个，你知道我有做一个测试，很久以前，就是我有一个问题，然后我用这同样的问题，当天去问了3个不同的塔罗牌老师，这样，然后结果每个给我的答案都不一样，就是也有大同小异，但是就是几乎就是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这样。然后我就想，我到底要相信哪一个？其实如果你去给3个算、4个算，基本上你对结果并不是那么信任的，所以其实那个结果对你来说没有很直接绝对的效应吧。其实算命，我是觉得大家如果想要算命，自己学一些占卜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塔罗牌啊，或者一些牌的占卜，外面有很多种牌，然后其实都可以占卜。那占卜的重点并不是那张牌，那张牌是一个开始啊。那张牌的开始就是说，你得到了一张牌，然后那张牌告诉你一个图案或者一个文字、一个意义，那你根据那个意义去延伸，然后觉得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然后你会去解读那个牌。那这个解读的牌的解读是怎么来的？它就是你的一个直觉、一个直观，你使用了你的内在的直观去解读这个牌。其实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其实你在开发你自己直觉的直观的能力。那其实慢慢到最后，牌就不需要了。对啊，你就不需要那一张牌，你不需要那一副牌。你占卜的时候，你直接就问自己啊，我感觉我现在是什么状况？然后你直接解读就好了。你为什么还需要一张纸来告诉你一个结果？其实不需要，重点就是那个直觉、那个解读，你自己有办法解读，那其实牌就不需要了。牌只是一个工具。你到了直接可以解读，那牌就不需要了。那你就可以直接，这每一分每一秒你就可以感觉，到底是什么问题，到底是什么状况。然后并且你知道了之后，再用你的信念去改掉你不想要的部分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直觉。但直觉是可以训练的吧？直觉是可以训练的。就还是要去训练。是提升能量，直觉自然就变强吗？还是需要去训练？直觉有一些先决条件，就是你不是那么站在物质界、物质化的，你的聚焦往内看，
往内收，你站在一种比较向内的这种状态下，你才方便运用直觉。当你很物质，很站在物质的焦点的时候，其实你的直觉就不准了。就其实很多人也不确定自己的直觉是对的还是错的，是要不要听自己直觉，很多人会犹豫啊。没有对错，直觉只是给你自己一个潜意识浮现的答案。那你如果不要这个答案，你就去修改它，就是这样。对啊。你不需要去相信或不相信，因为其实你相信，你可以不去相信它，因为你知道，跑出一个负面的答案，那你就可以直接把那负面答案否定掉，你可以把它直接改掉。那不就是最好的吗？其实你就是要不相信它，不是要相信它。反过来就是你不要去相信它，你自己能掌握那个相信或不相信的这个钥匙，这样才是最好的。就是你可以选择相信或不相信。重点就是当一个情境浮现出来，让你自己看到你自己潜意识有什么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去控制它，改变它。用你的相信，用你的信念去改变它。所以算命不是一个把你困住的工具，它是一个把你解放的工具。一般人是会被算命抓住，变成一个把你套在一个套机制的工具。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大家来说，我们就是要从这里面去看到，它其实是可以把自己解放出来。你说的简单，但是通常很多人都没办法改变自己的信念，就是这个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就算到什么就一直很 care。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妙、很微妙的事情，就是我可以这样想，我为什么不能那样想？这不是一件很怪的事。如何想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吗？不是应该是我们可以去决定的。因为当初我为什么这样想，也是听来的，或者别人告诉我，然后我去相信了他。那我既然可以这样想，那我为什么不能那样想？我有相信之前听来的那句话的能力，我为什么没有相信我现在想要这样结果的这一句话的能力？为什么没有呢？这不是很怪吗？就是我当初愿意听进这句话，并且相信了。那我现在为什么不能听自己另外一句话而相信它？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？就是这个，其实大家只是转不过来而已。对啊。我听父母说这样子，哇，赚钱是需要很辛苦的，很出力，对啊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所以要很努力。我可以相信这句话，这句话是我听来的，我可以听一句话并且相信它。为什么我不能听自己重新讲一句话并且相信它？为什么不行？对啊，为什么不行呢？这其实只是一个像脑筋急转弯一样，一个信念转变而已。所以是没有把握自己，如果听到不想要的结果，还可以去改变自己的信念，知道那只是潜意识的一部分，我要把它删除。如果没有自信可以去改变，也最好那就直接不要去算命，是吗？对啊，就不用去听人家告诉你什么，而是你在这个当下直接去选择要什么，选择要相信什么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。对啊。算命的结果其实只是一个导航的地图，告诉你现在在什么位置而已。当下在哪个位置？既然知道在哪个位置，你就随时可以移动啊。你就可以随时移动到自己想要的位置。那就是一个定位系统嘛，就跑出一个结果来，让你知道原来我现在定位在这里。那就可以移动到你自己想要的地方。对啊，只要你不想要在这里，你下一秒马上就可以改变了。没错。当下就能改变一切。当下就是能改变过去跟未来的轨迹的一个最重要的点。它只是你当下可能我迷路了，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。然后刚好遇到有一个人，那我问他我现在在哪里？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你现在在沙漠。然后你就想可是我不想要在沙漠，那你下一秒就可以改变到其他地方这样。这是一个比喻。很好的比喻。那算命就讲到这里。拜拜。拜拜。